昭昭目光扫过那群人，又看向院子对面的大树。阿玉哥哥，你能帮昭昭去那里吗？你想上树？我想看看院子里的情况。不行，里面有什么好看的？哥哥带你去对面的铺子买点吃的好不好？昭昭瘪了瘪嘴，有些不情愿。忽然看到对面趴在店铺门口的大黄狗。哎呦，咋这么多人围在这儿呢？快让大黄爷爷看看怎么回事。大黄狗从地上爬了起来，目光朝人群张望着。妈呀嘞，真的杀人了！哎呦，那小崽子看着就很凶，天天来这盯梢。黄爷爷还以为他看上人家小姑娘了，结果是看上人家的小命了。闻言，昭昭眼睛一亮，立马跑过去。大黄，你是不是知道凶手是谁？大黄狗惊讶地瞪大狗眼，吃惊地看向忽然出现的小姑娘。不用这么吃惊，这个小丫头能听懂咱们兽兽说话。哎，你真能听懂俺说话？昭昭忙不迭似的点头。大黄，你快说说凶手是谁啊？大黄眼底的震惊更浓了，这小丫头竟然真的跟他对话了。快看看他那傻样，比咱们当初还傻。那可不，咱们接受能力多强啊，这傻狗震惊的都不会说话了。谁说你大黄爷爷不会说话呀？哼，你大黄爷爷不仅会说话，还会说相声呢。你听我给你们汪汪汪汪汪。果然是只傻狗。哇，大黄好厉害，棒棒的。大黄，你快说说凶手是谁啊？就街头张屠户家的儿子，他7天前就开始天天来这里蹲着，一直盯着那家的小娃娃。俺还以为他看上人家小娃娃了，想要娶回去当媳妇呢。昭昭越听眉头皱得越厉害。叔叔之前就说过，张屠夫家的儿子3年前才8岁，今年也才11岁，他真的是杀人凶手吗？那他杀人的时候你亲眼看到了吗？大黄摇摇头，是他准没错，否则他为什么要盯着人家小娃娃啊？可是昭昭，阿玉哥哥，少爷他们快出来了，你别乱跑。哦，大黄再见。院子门口，裴荣景和江慈洲一前一后的走了出来，脸上都挂着阴沉的神色。爹爹，我在这里呢。看到昭昭，裴荣景紧蹙的眉峰舒展了少许，朝他们走了过来。昭昭张开手臂让他抱，后者果真从阿玉手里接过了昭昭。姐姐，我刚才听糕点店门口的大黄说，7天前有一个小男孩一直跟着这家小姑娘，那个人是街头张屠夫家的儿子。好，爹爹知道了。他将昭昭再次交给了阿玉，转身去找江慈洲了。此时江慈洲正在听楚云汇报查到的情况，眉头皱得很深。查一下张屠夫的儿子，有人看到他从7天前就开始在这附近出现了。江慈洲猛地回头，眼神一变。那人在哪里？裴荣景眼眸暗了一下，下意识替昭昭隐瞒了他能听到动物说话的事情。是昭昭听到别人谈话，并未看清楚是什么人。江慈洲深深看了他一眼，招手叫来楚云。你安排人去调查一下张屠夫的儿子，查一下他最近的踪迹，另外将那剔骨刀带上，与张屠夫家的刀具做对比。大人是怀疑张屠夫的儿子，立即将人带回大理寺审讯。他总觉得事情没有这么简单，凶手真的会是一个少年吗？公堂上，大理寺卿将案件证据甩在了张云面前。张云，你还不认罪？张云瑟瑟发抖，跪在地上。大人冤枉啊！小人真的没有杀人，请大人明鉴。证据确凿，你还敢抵赖？他的母亲闻讯赶来，在外面嚎啕大哭。你们快放了我儿子啊！他是冤枉的，他连杀猪都不敢，他怎么可能敢杀人呢？娘！就在这时，2只小鸟飞过来，落在了屋檐上。叽叽，这不是给我们搭窝的小男孩吗？他怎么跪在那儿？我刚才听这儿的人说他杀了人呢。杀了人？这怎么可能？娘娘我就没见过像他这么善良的人，而且他胆子那么小，看到他娘杀猪他都能吓尿，还经常给他娘说让他娘别开猪肉铺了。屋檐上小鸟说话的声音引起了昭昭的注意，跑到门口朝上看，果然看到了2只叽叽喳喳的小鸟。可是他爹就是杀人犯呐，那些人肯定不会放过他。他爹才不是杀人犯，他爹是被冤枉的，真正的杀人犯是他隔壁的王大牛。王大牛不是王小花的爹吗？他怎么会杀王小花？你是不是在胡说呀？啾啾，我才没有胡说，王大牛根本不是王小花亲爹，
他想要侵犯王小花，后者反抗太激烈，被他掐死了，然后栽赃陷害给了张云。张屠夫误以为凶手是自己儿子，这才顶罪。你们说的都是真的吗？两只小鸟见昭昭朝着他们问话，愣了下，又自顾自说地聊起来。那王大牛是个变态，他到现在还藏着杀害王小花的凶器，经常半夜拿出来欣赏。我上次半夜在他家树上睡觉，还听见他说那刀太久没用，都生锈了。怎么会有这么丧心病狂的人类？太可怕了！小老鼠忽然从昭昭怀里钻出来，完蛋了，小丫头，咱们冤枉了好人，快去救张云，不然他会被砍头的。昭昭快哭了，举起小手手朝小鸟们晃了晃。那你们知道他把凶器藏在哪里了吗？可不可以带昭昭过去找到他？啾啾，你在和我们说话？我听得懂你们说话，你们快带昭昭去找凶器好不好？否则那个小哥哥就会被当成杀人凶手给处决了。小鸟们激动地飞下来。啾啾，太好了，我们非常乐意效劳。张云经常给我们投喂食物，他是个大好人，我们也不想看着他死。王大牛把凶器藏在他床底下的暗格里，我上次在他家窗户上小憩的时候恰好看到了。小丫头，你快去找吧。那我们现在就去。昭昭提着裙子就要往外跑，后衣领猛地被人抓住，他一回头就看到了裴荣景严肃的俊脸。大晚上的，你准备去哪儿？爹，快走！那个张云不是凶手，他和他爹都是被栽赃陷害的。娘娘说，真正的凶手是王大牛，凶器就被他藏在他家里的床底下。裴荣景闻言神色一正，王大牛是王小花的爹，他为什么会谋杀自己的女儿？娘娘说，王大牛不是王小花的亲爹，他还想要侵犯王小花，但是王小花反应太激烈，他才失手杀了王小花的。姜慈州不知何时已经站在了两人身后，听到昭昭的话，眸光倏地一沉。你说的都是真的？昭昭被姜慈州冰冷的语气吓了一跳。昭昭没有骗人，真的是娘娘告诉昭昭的。姜慈州清冷的目光顺着昭昭的脸看向他的肩头，两只小鸟早已经吓得腿软，趴在了他的肩头瑟瑟发抖。裴荣景伸出手扣在姜慈州的肩膀上，压低声音道：昭昭有些特殊，他能够听到动物说话，这件事切莫声张，你立即命楚云去搜证抓人。姜慈州有些震惊昭昭的特殊，但也知道这件事关系到昭昭安危。好。裴荣景带着昭昭刚准备进大厅里，姜慈州又一次拉住了昭昭。你可不可以帮叔叔问问小鸟，他怎么知道王小花不是王大牛的亲生女儿？毕竟他3年前也朝这方面调查过，当时查到的是王小花确实是在他娘嫁给王大牛以后才出生的，根本不存在婚前带着过来的可能。莫非是王小花他娘偷人？这个我知道，王大牛有一次喝醉了还在咒骂王小花他娘不知廉耻呢，说嫁给他的时候就已经怀了1个多月的身孕，但是王大牛贪恋王小花他娘的美貌，愣是把这个孩子给认了下来。而且王小花出生后，王大牛确实对她很好，只可惜王小花出落得太水灵了，隔壁张屠夫意图让自己的儿子跟他定娃娃亲，这才激怒了王大牛，想要把王小花据为己有。唉，可惜了，他娘到死都没有想到自己的女儿会是王大牛杀的。昭昭有些听不懂，但还是一字不差地复述给了两人。畜生！裴荣景是一刻也不想耽搁，问了昭昭凶器的具体位置，命令楚云立即去搜证抓人。楚云直到搜出了一模一样的凶器后，整个人都还是懵的。摄政王怎么会知道这其中另有隐情？明镜高悬的下方坐着大理寺卿，此时他的表情就跟调色盘一样，五味杂陈。他前脚刚让人枪张云下狱，准备明日问斩，后脚摄政王就说凶手另有其人，已经命楚云把人抓回来了。王大牛杀害王小花以及小翠，证据确凿，明日5时即刻问斩。王大牛一下子颓废到了地上，脸都白了。怎么可能？怎么可能？你们怎么会知道这些呢？不可能，这不可能！衙役很快上来压人。你们要是杀了我，大理寺少卿身上的蛊毒就没人能解了，除非你们放了我。当初王大牛害怕姜慈州继续查下去，真的找出对他不利的证据，这才对他下了毒手。没想到今日还真是让他利用上了。王大牛，死到临头了还敢威胁，你不怕本王将你凌迟处死？反正都是死，要死老子也要拉个垫背的。想要老子救他，必须判老子无罪，否则免谈。老子的命不值钱，可他是朝廷命官，那就不一样了。现场的气氛僵持到了冰点，
昭昭不解地看向裴荣景。爹爹，你是不是忘了昭昭说过的白云山上的仙术？裴荣景微微一愣，想到了之前昭昭说他有办法解除江慈洲身上的毒，松了一口气。楚云气急败坏地踹了王大牛一脚。畜生！当初大人念你丧女之痛的份上，这下药之事并未对你怎么样，没想到你竟然就是杀人凶手，如今还敢用解药威胁大人。王大牛被踹了一脚也不在意，从地上爬起来。我死了，他也别想活，只要你们放了我，我立马交出解药。江慈洲沉下眼，平静地从裴荣景手中夺过长剑，漫步走到王大牛身边。你说的没错，本官是朝廷命官，和你确实不一样。他手中长剑猛地刺出，挑断了他的手脚筋。裴荣景下意识看向昭昭，发现他睁着大眼睛，丝毫没有害怕的意思，忍不住嘴角勾了勾。真不愧是他裴荣景的女儿啊！江慈洲掏出锦帕，仔细地擦干净剑上的鲜血。本官是朝廷命官，即便是死，也绝不允许你这种畜生存活于世。拉下去。是。在场的衙役们的眼中无不流露出敬佩之意。很快王大牛就被人拖着往外走，眼睛里全是难以置信。昭昭歪着头看着他，忽然好奇地问：爹爹，你说他一个普通的大夫，怎么会对美人叔叔下南疆的蛊毒呢？听到此话的众人猛地回头看向昭昭，昭昭有些害怕，往裴荣景身后躲了躲。是昭昭说错话了吗？昭昭不仅没说错，还说得非常对。江慈洲嘴角勾起冷笑：南疆吗？哼。原本应该被斩首示众的王大牛，最后被秘密地关押了起来。案子结束后，大理寺卿送他们出门。3年前的案子已经查明真相，你什么时候回来继续任职？江慈洲看了眼夜空，眼底浮现嘲弄。他一个将死之人，还需要回来吗？回去的时候，3人坐上了同一辆马车。昭昭看了眼裴荣景，美人叔叔好像心情不好。昭昭要不要去哄哄他？毕竟某些人现在可是想哭鼻子了。那昭昭把最喜欢的糖果给他吃，每次昭昭不开心的时候，娘亲就会给昭昭糖果吃。昭昭眼睛亮晶晶地跑到江慈洲身边，掏出1颗糖递了过去。美人叔叔不哭，昭昭请你吃糖。裴荣景。裴荣景惬意地靠在马车上，歪着头笑得幸灾乐祸。还不如我家昭昭懂事。江慈洲脸色更黑了。叔叔是不喜欢这个味道的吗？那苹果味的呢？桃色味的呢？哦，还有生姜味的。昭昭都给叔叔，你别不开心了好不好？看着一脸不舍，差点流口水的小丫头，江慈洲心情忽然没那么糟糕了。翌日一大早，太傅府就乱作了一团。昭昭刚从被窝里钻出来，就瞧见青梅端着洗脸水，严肃着脸走了进来。昭昭洗漱完，歪着头看她：青梅姐姐，我们现在去找爹爹吧。小郡主，现在还是别过去了。昨夜少卿大人蛊毒又发作，为了替他压制蛊毒，王爷他们折腾了一宿。这话一出，昭昭的笑脸倏地冷了下来，站起身往外跑。哎，小郡主，少卿大人现在已经失去理智，您现在过去恐怕会误伤到您的。昭昭不怕，美人叔叔需要幼童的血才能压制蛊毒，昭昭就是小孩子，昭昭的血可以救他。昭昭一溜烟跑到了江慈洲的院子，门口守了好多人。裴荣景瞧见他，神色严肃了不少。你怎么过来了？美人叔叔现在需要幼童的血来压制蛊毒，昭昭不怕疼，用昭昭的血吧。阿玉哥哥说过，美人叔叔宁可自己忍着，也不忍心伤害幼童，可我舍不得美人叔叔受苦。别胡闹，快回去。昭昭没有胡闹，爹爹，你就让昭昭进去吧。嗜血蛊毒发作的时候会很痛苦的，昭昭只是失去一点血而已，和美人叔叔比起来根本不算什么的。爹爹，你就用昭昭的血吧，求求你了。等美人叔叔好了，我们就去寻找仙术，替美人叔叔解蛊毒，好不好？裴荣景凝眉沉思了好久，最终叹了口气，将昭昭带了进去。房间中，江慈洲双眼赤红，整个人都处在癫狂状态。为了防止他继续伤人，在场的人将他绑在了椅子上。薛神医在旁边给他不断扎着针，不一会他的身上就被扎满了银针。哎呀，他身上的蛊毒发作的越来越频繁了，若再无办法，恐怕……用我的血吧，我的血可以暂时压制住蛊毒。裴荣景冲他点点头，听他的吧。薛大夫叹了口气，没想到最后还是用到了人血，也不知道少卿大人醒来后知道会不会生气。
不过眼下也只能如此了。昭昭白皙的手腕被划出一道口子，不一会儿就流了一小碗。薛大夫连忙为他止血包扎伤口，又将那小半碗鲜血递到了姜慈州唇边。他虽然失去了意识，但是对于鲜血的渴望迫使他贪婪的全部喝了。刚才还在癫狂挣扎的人很快安静了下来。约莫到了半下午，姜慈州才从昏迷中醒过来。他看向趴在床边上睡觉的昭昭，微微皱了皱眉。你这次之所以这么快醒来，是昭昭给你喝了他的血。谁让你们救我的？让我死了不好吗？为什么要让我这么不人不鬼的活着？裴荣景面容阴沉如墨，他冲上来一把抓住他的衣领。姜思周，这不是你，曾经的你绝对不会这么轻易放弃自己，更何况你这条命是昭昭给救回来的，没有他的允许，你不许死。我身上的毒无人能解，就连薛神医都没有办法。你难道想让我每次毒发都喝昭昭的血吗？谁说没有办法？昭昭说能解就是能解，别忘了他身上的特殊。裴荣景推开他，目光恢复了以往的冷清。等你身上的蛊毒解了之后，你这条命就是昭昭的。姜慈州苍白嘴唇张了张，什么也没说，眼底涌现出一丝希冀。他的毒真的还有办法吗？姜慈州的毒发越来越没有规律了，以防他再次毒发，昭昭他们今晚出发前往白云山。一路上有小老鼠的带领，他们很快就找到了山脚下。因为马车上不去山顶，所有人只好步行上山，一直到天黑才到达小老鼠说的地方。刚走近，就发现这里竟然有人捷足先登了。山顶上矗立着一座古色古香的院子，院子打扫得很干净，还养着花草。仙树就伫立在小院子的门口，散发着蓬勃的生机。院子里坐着一个白胡子老头，此时正躺在摇摇椅上。老头，我天天给你浇水施肥，你就连个果子也不给老头结，你是不是存心气死我呀？我告诉你啊，要不是老头求着你，你信不信我现在就走啊？昭昭好奇地看着他，小跑过去喊了句：老爷爷，请问这棵就是传说中的仙树吗？是又怎么样？这老树精抠搜得很，你想要仙果，他才不会给你呢。他都守在这里好几年了，这老树精硬是一颗果子也不给他结。昭昭睁着无辜的大眼睛，小手摸了摸仙树。小仙树，我叔叔中了蛊毒，你可不可以给他一颗果子救救他？小娃娃，他要是真能给你果子，老头子我就叫你一声姑奶奶。哼！下一秒奇迹发生了，忽然有什么的东西掉了下来，刚好落在昭昭的脚边。昭昭眨眨眼捡了起来。小仙树，这是你给我的果子吗？刚刚还信誓旦旦说仙树不可能结果的老头顿时惊呆了，他立即从躺椅上蹦起来，冲到昭昭跟前，一把夺过了那颗翠绿的果子。是仙果，真是仙果！好啊，你这个白眼狼，老头我精心照顾了你这么久，你一颗果子都舍不得给老头我，这小娃娃撒个娇你就给了。仙树晃了晃，好像在回应他的话。老头气得更狠了，蹲下来看向昭昭。小娃娃，这颗果子给老头我行不行？我用其他东西跟你换。不可以，这是昭昭给美人叔叔求的解药，没有他，美人叔叔会死的。你那叔叔得的什么病啊？老头我给他治还不行吗？美人叔叔中了嗜血蛊，薛神医都治不了，你凭什么能治？老爷爷，你快把果子给昭昭吧。不就是嗜血蛊吗？老头子我还真能治。什么狗屁神医，连个嗜血蛊都解不了，就这还敢自称神医？老爷爷，你该不会是想抢昭昭的果子才这么说的吧？瞧你说的哪儿的话，我像是那种人吗？像。老头站起身，撸着胡子，偷偷打量着昭昭。这小娃娃还真不好骗，不过嗜血蛊可难不倒他。想当年，他可是明洞四周的神医谷谷主，区区嗜血蛊还不是手拿把掐？躲在那边的人，过来，让老头我瞧瞧，看看是谁中了嗜血蛊。站在队伍中的薛神医听到声音，激动地上前几步。师傅。哟，你就是薛神医啊？师傅，您就别开弟子玩笑了。薛神医，你有师傅怎么不早说？说不定他老人家就能解除嗜血蛊。薛老也气得要死，
他是不早说吗？还不是因为他师傅10年前离开神医谷就消失了，这么多年他都没找到他的踪迹，还以为死外边了。行了，谁中毒了？还不快过来，让老夫把脉。为了得到仙果，秦谷主那可是恨不得立马治好姜慈周。他在院子里架起一口大锅，把他珍藏的各种奇珍异宝都拿出来丢里面了。千年雪灵芝、9叶寒参、龙胆草、血珊瑚，这师傅到底和小丫头做了什么交易啊？怎么把这些压箱底的药材都拿出来了？哎，这，别在这里碍事儿。秦谷主看到他这个徒弟就来气，你说他要是能治好这嗜血蛊，还需要他把压箱底的东西都拿出来吗？嗜血蛊其实用不到这么珍贵的草药，可他那不是怕小丫头不相信他，把仙果给要回去吗？那可是能增加寿命的仙果。师傅，你忙你的，我给你打个下手行不？你看看，还有啥我能做的？那行，这些药草啊，每隔半个时辰你就往里面丢一样，切记期间不能长，不能短。他说完，朝不远处的姜慈周招手：“那个中了蛊的那小子，你过来，脱了衣服坐进去。”姜慈周嘴角一抽，没有动。怎么觉得这老头比薛老还不靠谱？这是准备用锅煮了我吗？还愣着做什么？扭扭捏捏的，你当你是大姑娘？美人叔叔该不会是害羞了吧？裴荣景嫌弃地瞥了他一眼。怎么又不想治了？该不会真惦记上我家昭昭的血了吧？裴荣景，你不说话，没人当你是哑巴。哼，还不承认？我看你打的就是这个主意，否则你怎么不过去？怎么，难不成堂堂的少卿大人还会害羞？姜慈周眼底浮现羞耻，恼怒地瞪了他一眼，立即脱了衣服跳进了锅里。秦谷主冷哼一声，让人把火烧得更旺了。嗜血蛊性大寒，以嗜血为主，体温异于常人的寒冷。老头，我先给你去除体内的寒毒，再将蛊虫引出来。煮药浴最少需要8个时辰。秦谷主将步骤交给了薛老以后，就进屋睡觉去了。裴荣景怕昭昭着凉，带着他去了另外一间房休息。翌日傍晚，昭昭正蹲在仙树底下和小老鼠玩耍，吧嗒一颗仙果再次落了下来。仙树爷爷，这果子是给昭昭的吗？小丫头，昨天给你的果子被那个不要脸的给抢走了，爷爷我只能再给你1颗了。哎呀，这个世界呀，本来就灵气稀薄，老树精我修炼了上千年才结了3颗果子。上次看那老家伙中了断肠草，我好心给了他1颗解毒，他竟然厚颜无耻地赖上我了。仙树爷爷，那这颗果子岂不是您最后的果实了吗？您为什么给我呀？这也太重要了，昭昭不能要。小丫头，你就拿着吧，不过可一定要藏好了，万不能再被人给夺了去。昨天你出现以后啊，老树我就感觉到了体内涌现了一股异样的感觉，我可能要渡雷劫了。七七，老树精，你是不是又要遭雷劈了？那你还能活吗？就是，上次你遭雷劈差点归西，这次要是再来一次，那你岂不是要……哎，我寿元将近，这次雷劫呀，也是灾难，也是新生，只能看老树我有没有仙缘了。昭昭扑过去抱住仙树，昭昭不要树爷爷死，树爷爷一定可以活下来的。好，树爷爷不死，树爷爷呀还要结好多的果子给昭昭吃。秦谷主从房间里出来时，恰好看到昭昭抱着仙树，有些好奇地围过来。小丫头，你在这里干什么呀？这抠搜的老树精是不是又给你果子了？树爷爷才不是抠搜的呢，树爷爷1000年才结了3个果子，为了救你给了你1颗，昨天又被你拿走了1颗，你竟然还说树爷爷抠搜，你也太贪心了。难怪老头我守了这么久也不见他结果子，原来是1000年才结3颗呀！哎呀，这种增加寿命的逆天之物果然不是那么轻易得到的呀。想到自己那几年的呵护照顾，就得到了老树精2颗仙果，饶是脸皮厚的秦谷主也羞红了脸。是老头我误会你了，下次我多给你施点肥。谁要你施肥了？老树我要的是灵气，他知不知道他的施肥反而影响我吸收灵气了？气死老树我了！他给老树我施了5年的肥，害得老树我呀，我5年来吸收的灵气是越来越少了。老树爷爷好可怜哦。
老爷爷，你不能给树爷爷施肥了，他需要的是吸收灵气，而不是那些阿萨植物。你这个样子只会影响他发育的。我就说嘛，我这5年来天天给他浇水施肥，他怎么还越长越小了？原来竟是如此啊！果然不愧是仙树啊，养起来都和别的树不一样。忽然他猛地转过头，比刚才还要震惊地望着昭昭。哎，你能听得懂老树精说话？这老爷爷是不是有点迟钝啊？他这样真的能救好美人叔叔吗？树爷爷还让我告诉你，你养的那些鸡鸭鱼，它们不爱吃稻谷，让你别再喂了。它们喜欢吃的是山间的蚯蚓和虫子。哎呀，宝贝啊，这可是大宝贝啊！小丫头，你对医术感兴趣不？要不要拜老头子为师啊？老头子，我教你医术啊！昭昭没有仙果啦。老头子我不要你的仙果，你快说，你要不要跟着老头子我学医术啊？昭昭不想跟你学医术。小丫头，这是为什么呀？老爷爷的医术一点也不厉害，教出来的徒弟连美人叔叔的骨朵都解不了。昭昭才不想跟着你学医术呢。他不一样，他没你聪明，还没有我老头子亲自教学，医术肯定不怎么样。只要你答应拜我为师，我一定将我毕生所学都教给你。有这么个能听懂动植物说话的大宝贝儿，他就不愁神医谷后继无人了。昭昭苦恼地皱着眉，还是摇了摇头。小丫头，老头子我可是有很多很多的神丹妙药，只要你当我徒弟，我都给你怎么样？你想想，万一你身边的人再中了毒或者受了伤，如果你会医术，是不是可以立马救他们性命啊？还有啊，学了老夫的医术还能赚钱，别人找你看病买药，你不得收钱啊？到时候你年纪轻轻就成了小富婆，你不开心啊？好多好多的钱，那昭昭是不是可以买好多好多的糖果啦？还可以给爹爹和美人叔叔买礼物啦？哇，那小丫头岂不是可以养着我们啦？还可以给我们买好多好吃的。快答应他，快答应他！叔叔我还没有吃过灵丹妙药呢，快让他拿出来一颗给叔叔我尝尝。裴荣景眸光扫了过来，见到老头双眼发光地盯着昭昭，快步走了过来，将昭昭挡在身后，警惕地盯着秦谷主。不知秦老找昭昭有什么事？老头我瞧着他骨骼清奇，是个学医的好料子，想收他为徒。裴荣景眉尾一抖，眉心拧到了一起。骨骼清奇不应该是练武的好苗子吗？跟学医有什么关系？这老头一看就没安好心，我们昭昭恐怕不适合学医，还是跟我回去学琴棋书画吧。秦谷主急眼了，冲上来拦住他们。那怎么行啊？这丫头充满灵气，怎么能学那些深闺妇人学的东西啊？她就应该跟着老头子学医。说吧，为什么非要我家昭昭拜你为师？这丫头能听懂动植物说话，身上有些奇特，老头子觉得她学医肯定比一般人要快得多。老头子我现在还差一个继承人，想让他继承老头我的衣钵。裴荣景没有说话，而是将目光转向了院子里的薛老身上。他这么多年了，连个嗜血蛊都没有研究明白怎么解，就这还好意思自称神医呢？老头子我可不想让我们神医蛊的传承毁在他手上。师傅啊，你听听你说的是人话吗？10年前你刚把我领进门就消失了，这么多年来我的医术可都是靠着我自己一点点摸索出来的呀。裴荣景大手揉了揉昭昭的小脑袋。昭昭想学吗？弟弟，我可以吗？裴荣景没有立即答应他，而是思索了片刻，转向了秦谷主。昭昭可以拜你为师，不过他不能跟你留在这里，你必须跟我们回去传授他医术。秦谷主看了眼自家的小院子，一咬牙点头，可以。还有，你不仅不能私藏全部交给他，还要教他制毒自保的方法。那是自然，昭昭是老头子的徒弟，我肯定要让他有自保的能力，我可不想刚新收的关门弟子发生什么意外。不过他终于把小丫头给拐到手了，想想就开心。院子里忽然响起撕心裂肺的惨叫，几人顾不得其他，立马跑过去。只见原本在锅里闭目疗伤的姜慈州忽然张开了双眸，血红的眼眸中带着癫狂，无数的黑色虫子在他的皮肤下不停地蠕动。秦谷主神色一变，立马闪身上前，抓起银针，刷刷刷扎在了的几处大穴上。寒毒已经清理完毕，
现在要将他体内的蛊虫逼出来。薛贵，将为师的碧海沉星草拿出来。薛老闻言立即照做。师傅，那现在怎么办呢？用匕首划破他的手腕，将碧海沉星草放在伤口处，将蛊虫吸引出来，快！秦谷主不停地变换着银针的位置，护住姜慈州的心脉和大脑。薛老照着他的吩咐，在姜慈州的手腕划了一道伤口。闻到味道的蛊虫好像疯了似的，不断从他的伤口处冲出来，一条接着一条，看起来十分恶心。约莫放了半刻钟的血，那些扭动的虫子才彻底从他的体内消失。秦谷主将姜慈州身上的银针都拔了出来，又给他灌了一碗药，这才舒了口气。好了，蛊虫已经全部引出体内，现在只需要好好养养身体，其他的也无大碍了。他说完，走到放置蛊虫的木桶旁，往里面看了一下。哎，南疆的嗜血蛊啊，可真是下血本啊！这蛊虫培育起来极其不易，养蛊之人轻易不会将这么珍贵的蛊虫拿出来用。这家伙是得罪了什么人吗？阿玉看到自家少爷终于获救，开心的不行。听到秦谷主的话，连忙将事情讲给了他听。你的意思是，区区一个大夫，因为这么个小事儿，就将嗜血蛊拿出来给他用了？不是秦谷主太震惊，实在是觉得这件事听起来有些难以置信。嗜血蛊培养起来的过程繁杂，甚至需要用到养蛊之人的心头血喂养。这么珍贵的蛊虫，怎么可能会随随便便被拿出来用？秦老，可是有什么问题？问题大了去了。秦谷主将嗜血蛊的制作过程悉数说了出来，且在最后又补充了句：此蛊只有南疆皇室才有准确的培育办法，否则蛊虫还没炼成便会死亡，怎么可能被下到他的体内呢？我看呐，这王大牛指不定是背后之人的障眼法。听闻此言，在场的人面色都凝重了不少。原本只当王大牛的身份不简单，很可能是南疆的探子，如今看来，这背后可能还有更大的阴谋。姜慈州苏醒之后，恢复了些体力后，众人才收拾妥当，准备下山。临别前，昭昭又去见了仙树。仙树爷爷，我们要走啦，昭昭还会来看你的，下次昭昭给你带好玩的哦。仙树没有说话，树枝摇晃着回应他的话。一片树叶悄无声息地落在了昭昭离去的背影上。回去的马车上，小丫头，谢谢你。嘿，美人叔叔不用跟昭昭客气，是你先救了昭昭，昭昭这是报答你哦。昭昭真是个小福星，你出现以后，不仅替我找到了3年前的真凶，还治好了我身上的蛊毒。以后叔叔来保护昭昭，谁要是敢欺负昭昭，叔叔就跟他们拼命。昭昭也会保护美人叔叔的。裴荣景在一旁打断他们的话：昭昭难道不保护爹爹吗？啊，昭昭也会保护爹爹的。幼稚。哼，有的人呀，就是嫉妒本王有这么可爱又聪明伶俐的女儿。姜慈州放在腿上的拳头硬了。半月后，淮南王府举办了一场赏花宴，裴荣景也收到了请帖。哎，乖徒儿，好徒儿，快告诉为师，你这个是怎么做到的？就是将人参换成了卤烧，百转救命丹就成了极可要人命的毒药了。就换了一味药，就变成了这么厉害的毒药？那毒丹刚一触碰到皮肤，就将肌肤灼伤了。要不是他及时丢掉，手指头都要废了。各种药物的药性相克，只要换掉其中一种看似简单的药，也会打乱其他药性的平衡，自然就全部都变啦。救命的丹药也会变成毒丹。秦谷主老泪纵横，不愧是他的好徒儿，这么快就自己研究出了新毒药。裴荣景刚走进院子就看到了这一幕，眉毛一扬，心情好得不得了。昭昭刚抬头就看到了他。爹爹，你今天怎么有空过来看昭昭？淮南王府有个赏花宴，邀请本王，昭昭想不想去？有好戏看哦。啊，好戏，昭昭要去。淮南王，那不就是要刺杀弟弟的大坏蛋吗？正好我要跟着去，给大坏蛋一点点教训。嘿，我新研究的养粉还没有实验过效果呢。1个时辰后，昭昭被打扮得像个精美瓷娃娃，被裴荣景抱着去了淮南王府。刚走进王府，昭昭好奇地打量着淮南王府的景色。哇，这里好大好气派啊，金碧辉煌的，一看就很有钱。弟弟啊，淮南王是不是很有钱呢？昭昭想做什么？不会是看上了淮南王的钱财吧？
淮南王上次还找人刺杀爹爹，到现在都没来给爹爹赔礼道歉，让他出点血，不过分吧？说话间，裴景燕和裴昭堂从里面走了出来。昭昭妹妹，你果然来了这里。嘿嘿，这是六哥专门从皇宫里面给你带出来的糖。哎，你快尝尝。昭昭拿出一颗，小嘴一张塞了一颗，好甜。裴景燕在一旁笑得开心。燕语此时走了过来，在裴荣景耳边说了什么，他神色微微一变。本王还有事要处理，你们带着昭昭在王府里转转，一定要保护好她。放心吧，皇叔，昭昭就交给我们了。送走了裴荣景后，裴景燕和裴昭堂带着昭昭去了王府的后花园。凉亭里，裴景燕和裴昭堂将他们搜罗来的宝贝们全部拿了出来。昭昭妹妹，这都是我跟二哥给你找来的玩意儿，你看看喜欢吗？昭昭随手拿起来拨浪鼓摇了摇。昭昭很喜欢，妹妹喜欢就好。裴景燕说完，忽然想到什么，神色严肃起来。听说妹妹之前差点被坏人给拐跑。幸好有美人叔叔救了昭昭，不过昭昭现在有了自保的能力，一点也不怕他们了哟。我们昭昭真棒，上次我和六弟因为大哥的事情，这才许久没有出宫，这次出来我们不打算回去了，留下来多陪陪妹妹。真的吗？也太好了。这地方我们看上了，你们赶紧滚。亭子外面来了一群人，为首的是个小胖子，他身边跟着苏慕瑶兄妹几个。裴景燕黑着脸站起身，将昭昭护在身后。这地方是我们先看上的，凭什么让给你们？小胖子你谁啊？上来就让我们滚，你知道我们是谁吗？怀舒瑶最讨厌别人叫他小胖子了，他恼羞成怒地瞪着几人。本世子才不管你们是谁，这里是我淮南王府，本世子让你们滚就得滚，再不滚开，休怪本世子不客气。我们就不走，我倒想看看你能如何。裴景燕和裴昭堂目光落在了苏慕瑶身上。苏慕瑶，你该不会以为找了个帮手就能欺负我们家昭昭了吧？告诉你，就算是淮南王来了，也休想伤害到昭昭。苏慕瑶脸上摆上无辜的表情，她上去对着怀舒瑶可怜兮兮道：舒瑶哥哥，我们还是走吧，瑶儿惹不起他们。上次在书院他们欺负了瑶儿，爹爹回去还罚了瑶儿。妹妹，你不必怕他们，他们今日若是再敢欺负你，哥哥还替你打他们。哥哥，这里可是淮南王府，可不是书院，他们欺负我们没关系，世子殿下岂是他们随意欺负的？可是瑶儿不想让舒瑶哥哥为难，我们还是换一处凉亭歇息吧。瑶儿现在感觉我不是很累。他嘴上这么说着，表情却看起来极为不舒服，好像随时都要晕倒似的。裴景燕微微皱眉，这苏慕瑶小小年纪，后宫妃子那些手段倒是学了不少。怀舒瑶本来就喜欢苏慕瑶，如今听到她这委曲求全的话，顿时气不打一处来。好啊，原来在书院欺负慕瑶妹妹的人就是你们，今日你们若是不跪下来朝慕瑶妹妹道歉，休想走出淮南王府。闻言，裴景燕和裴昭堂同时皱眉，眼神沉了下来。昭昭从两人身后探出头，小哥哥，你就是淮南王吗？原来淮南王府是你做主啊！我还以为淮南王已经年过半百了，没想到竟然是和我们一样大的小屁孩。他竟敢羞辱本世子，还不快将他给本世子抓起来！本世子要拔了他的舌头！就是这样，弄死这个小贱人，让他害得我被祖父嫌弃，还被父亲责骂罚跪，他死了也活该。围在怀舒瑶身后的家丁们面面相觑，没有一个人敢上前的。今日来的不是达官贵人，就是名流世家。这小姑娘的穿着一看就不简单，真要做了什么，他们还有小命活着吗？世子殿下，要不还是算了吧，他们毕竟是王府的客人，若是闹大了，王爷那里不好交代，父亲那里我自会去解释。如果你们还不动手，休怪本世子先拔了你们的舌头！家丁们顿时吓得瑟瑟发抖。淮南王膝下没有子嗣，所以对这个过继过来从小看着长大的世子殿下特别宠爱，几乎是要啥给啥，恨不得宠上天去，这才养成了他无法无天的性格。还不快动手！家丁们眼底闪过挣扎，一咬牙朝几人走了过来。裴景燕一脚踹翻了走在最前面的家丁。怀舒瑶，本皇子劝你最好不要动手，否则你这淮南王世子之位怕是坐不稳了。家丁们一听他竟然自称本皇子，当时全都吓得跪在了地上。殿下饶命啊，我们不知道你是皇子，你是皇子。他虽然贵为世子，却从来没有真正的去参加过宫宴，更别说是见过几位皇子了。
苏慕瑶在一旁暗自咬牙，忽然她眼睛一闪，想到了什么。你骗人，你根本不是皇子，今日淮南王根本没有邀请皇子们参加赏花宴，你竟然胆大包天，竟敢在这里冒充皇子。上次在书院举办书法比赛，要求学子家长必须参加，当时他们的父亲也去了，他父亲就是个九品小官，他见到我父亲时态度十分谦卑，我父亲连个眼神都没有给他。世子殿下，你可千万别被他们给蒙骗了。就是，你们父亲明明就是个小官，今日的赏花宴根本没有邀请6品以下的官员家眷参加，你们是不是偷偷跑进来的？裴景彦微微皱眉，当初父皇害怕他们的身份在学院里会引来心怀不轨的人刻意接近，所以隐瞒了他们的身份入学，更是有什么事儿都让他们去找边纂大人，这才让苏松年他们以为他们的父亲是个9品小官。你们都听到了，还不给本世子赶紧滚起来！他们敢冒充皇子，本世子这就将他们抓起来严刑拷打。家丁们自然也听到了他们的谈话，刚才的惶恐不安一扫而光。该死的小畜生，竟敢冒充皇子，还让我们给你下跪，看我不打死你们这几只小兔崽子！家丁们一股脑冲了上来。裴景彦和裴昭堂从小习武，对付区区几个家丁还不是手拿把掐，很快所有家丁就都倒在了地上。2哥6哥好棒，打得他们满地找牙。看着不断朝自己靠近的两人，怀舒瑶说话都有些漏风。你们想干什么？我告诉你们，我可是淮南王的世子，你们要是敢动手，我父王一定不会放过你们的。现在知道怕了，刚才不是很嚣张吗？还有你们，尤其是你是不是觉得有怀舒瑶帮你就能欺负我妹妹了？我告诉你，就算你再找几个怀舒瑶，都不是我们的对手。裴昭堂直接将怀舒瑶交给了2哥，他则拳头伸向了苏慕瑶。苏慕瑶吓得大惊失色，甚至下意识扯过了一旁的苏洵，替他挡在了身前。苏洵被一拳打飞出去。小姐姐，你怎么抓着你哥哥替你挨打呀？要是昭昭，才不会让哥哥替昭昭受伤呢，昭昭可是会心疼的。闭嘴吧，别说了，我不想听。本来就被妹妹的行为伤心的，此时更伤心了。被揍的4人哇的一声哭了出来，声音大的在远处的大人都听到了。苏怀瑾和温奕欢刚走过来了，就看到了自己女儿和儿子被揍得鼻青脸肿的倒在地上。苏怀瑾上去就推开了昭昭。谁允许你打我女儿的？妹妹！裴景彦和裴昭堂立马跑向了昭昭，将她从地上扶了起来。谁让你打她的？是你，区区一个边纂之子也敢跟本官叫嚣？爹爹，他们没有被邀请，还冒充皇子。世子殿下不过说了他们几句，他们就动手打我们。没错，他们不仅打了我，连世子殿下都打了，简直没把淮南王府放在眼里。此时怀舒瑶也被家丁从地上扶了起来。你们死定了，敢打本世子，我一定不会放过你们的。温奕欢心疼地将自己的孩子搂进怀里。冒充皇子乃是大罪，还不快来人，将他们拉下去杖毙。昭昭抬头看着他，小身板也在不由自主地颤抖。是他，竟然又见到了他，原来他们都是他的孩子。那这个将苏慕瑶护在怀里的男人，是不是就是我的？不是的，娘亲说过，他不是我的爹爹。裴景彦觉察到他的害怕，低声安慰道：妹妹别怕，哥哥保护你。睁开你们的狗眼看清楚，我乃当今6皇子，我看你们谁敢杖毙本皇子。此时四周围满了人，这是发生什么事儿了？哎，那个小姑娘不是摄政王抱着的吗？嗨，我知道，她就是摄政王认回来的女儿，宝贝得很呢。苏怀瑾听着四周的话，忍不住皱了皱眉，目光不由得看向昭昭的脸，心头倏地一慌。刚才他太愤怒了，都没有注意去看这小丫头是谁。我竟然打了摄政王的女儿！正当他想着该怎么挽回时，温奕欢已经拉着苏慕瑶冲了上去。瑶儿，他刚才是怎么对你动手的？现在给我还回去！裴景彦和裴昭堂立即挡了上去，警惕地盯着他们。温奕欢冷笑一声，拍了拍手，2道身影瞬间从天空半空中落了下来，直接扣住了裴景彦和裴昭堂。你们敢，还不快放开本皇子！苏慕瑶，你若是敢动昭昭一根手指头，本皇子要了你的命！哼，死到临头还敢冒充皇子，给我掌嘴！裴景彦和裴昭堂气得咬牙，早知道当初就不为了低调故意隐瞒身份了，真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琪琪，不好了，小丫头这次要倒霉了！快
快去找摄政王那个煞神过来，千万不能让他们打小丫头。2只小老鼠倏的一下从昭昭的怀里冲出去，正好处理完公务回来，准备去找昭昭的裴荣景。刚走进院门口，2只小老鼠倏地窜了上来，燕羽下意识抽剑就要斩上去。住手！燕羽不明所以，但还是听话的收了剑。小老鼠在他面前蹦蹦跳跳，叽叽个没完。是昭昭让你们来找我的？小老鼠连忙点头，甚至伸出小爪子指了指左边通往后花园的门口。你们是让我跟你们去找昭昭？去，快点过来！小老鼠说完转身就跑，裴荣景这才抬腿跟上了他们的速度。很快2人就被带着来到了后花园的凉亭外，里面还在不断传出哀嚎声。他顾不得其他，直接推开四周的人群挤了进去。娘亲救我！他的周围还有几个倒地不起的身影，模样同样浑身抓挠，狼狈不堪。裴荣景看了一圈没看见昭昭，一抬头就看到坐在凉亭里的3个人，他的衣服皱巴巴的，看起来很是狼狈。裴荣景看到这一幕，他长腿一迈走了上去。昭昭，是谁打的你？爹！好了，不哭了，告诉爹爹谁欺负你了，爹爹替你报仇。昭昭自己已经报仇了，而且他们没有打到昭昭，昭昭把他们狠狠地揍了一顿呢。裴荣景一愣，将目光转向了那些还在哀嚎的人身上。我家昭昭真棒，够狠，像我。苏怀瑾僵硬地站在凉亭外，黑沉着脸上前。下官参见摄政王。裴荣景冷冷地看着他。敢打本王的女儿，你有几条命够杀的？若非看在你父亲钟永侯的面子，本王现在就能废了你的手。苏怀瑾的脸被划出一道深深的血痕，即便如此，他也不敢反驳一句。王爷教训的是在下没有认出小郡主，伤了小郡主在先。爹，瑶儿好痒，救瑶儿！苏怀瑾听到妻子儿女的惨叫，面色微微一变。此事都是误会，还请王爷让小郡主赶快拿出解药，我儿他们等不得呀。误会？刚才昭昭已经将刚才发生的事情都讲给他听了。抢夺凉亭不成就想要动手，还故意诬陷他们冒充皇子，这桩桩件件到了世子嘴里，竟然都成了误会。若非本王的女儿有自保的能力，现在是不是已经被世子给杖毙了呀？王爷，是下官没有查明真相，冲撞到了2位皇子和郡主，还请王爷恕罪。一句恕罪就想将事情轻轻接过，那是不是以后任何人都可以冒犯皇家颜面，可以无视皇家威严？江慈州阴冷的声音从一旁传来，苏怀瑾眉头紧紧皱了皱，显然也听出了江慈州的话外之音。下官不敢。就是他们害得昭昭和他娘亲流落街头，还被温家否认了身份。跟在江慈州身旁来的还有听到消息急匆匆赶来的淮南王，因为肚兜的事情本来就招惹了这座煞神，现在好了，他那逆子竟然还要打杀了郡主和皇子，这是嫌他活得太长了吗？你这个逆子，也不看看今天来的都是什么人，谁敢冒充皇子，谁说什么你就信什么，你的脑袋是木头做的。完了，全完了！怀书瑶虽然不是淮南王亲生的，可是也是从小就寄养在自己名下，是他看着长大的，感情还是有的，否则不会把他宠得成了如今这种无法无天的性格。他轻咳了声，挤到了苏怀瑾前面。那个荣景啊，书瑶他也是一时糊涂做错了事儿，摄政王能否看在本王的面子上，饶过他这一次啊？裴荣景没有说话，垂下眼眸看向昭昭。淮南王见裴荣景不理自己，心中知道这是有气，也不得不做个样子。还不快向郡主和2位皇子道歉？怎么是等着本王替你道歉啊？小郡主，2位殿下，都是我有眼无珠，没有第一时间认出你们，请你们原谅我吧。他现在心里后悔的要死，生怕淮南王因此对他失望透顶了，取消了他世子继承人的身份。世子殿下的道歉还真是没有诚意。怀书瑶想死的心都有了，他抬起头看向了淮南王，只见后者绷着脸，阴沉的可怕。父王这次是真的生气了。殊不知此时的淮南王心中想的却是肚兜的事情，要怎么才能堵住摄政王的嘴？对不起小郡主，对不起2位殿下，是小的有眼无珠，小的再也不敢了，请你们原谅我这一次吧。看到他这真诚的道歉的态度，昭昭心中的气也消了大半。
这怀书瑶也是个倒霉蛋，没心眼儿，让人家当枪使了。原谅你也不是不可以，那你以后都不许再跟他们玩。多谢小郡主。江慈州明显对这个结果不满意。你就这么让昭昭原谅他了？裴荣景没有回答他，扬了扬眉，扫向淮南王。淮南王，本王的昭昭是在你的王府受到如此委屈，淮南王不打算表示一下吗？还沉浸在肚兜事件中的淮南王闻言一怔，摄政王说的不错，今日的确让小郡主受到了委屈，本王这就让人将我那颗稀世珍宝南海明珠取来送给小郡主，以作补偿。淮南王的心都在滴血，那可是北疆进贡的南海明珠，是因为他大战西戎后皇帝才赏给他的。裴荣景低头看了眼小丫头，只见对方眼睛亮晶晶的，一副小财迷的模样。这等俗物我家昭昭并不喜欢，淮南王还是再给点别的吧。昭昭急得不行。不，爹爹，昭昭很喜欢的。裴荣景投给他安抚的眼神。别急，等爹爹给你再要点别的。江慈州却低下了头，嘴角微勾。老狐狸，还得是他。那不知道郡主喜欢什么，本王这就命人去取。裴荣景轻轻地嗯了一声，似乎在思考。等了许久，就在众人以为他不知道说什么的时候，他忽然扬起了头。我家昭昭喜欢黄金，淮南王如此有诚信，不如就给个10000两黄金吧。什么？黄金10000两？不是，我听错了吧？是10000两黄金，不是10000两白银。这真不愧是摄政王，一点也不是吃亏的主。摄政王，你是不是说错了什么？是10000两白银吗？淮南王如今不过40几，怎么也耳背了？本王说的就是10000两黄金，你可没听错。真是黄金？这家伙是在要赔偿吗？确定不是来我王府打劫的？淮南王这是不愿意吗？本王记得上次宫宴不小心捡到了一样东西。淮南王立即打断他：给，本王给。管家，去库房取10000两黄金过来。还有那颗南海明珠，本王觉得把它放在郡主闺房当个照明的玩意儿也不错呀。听摄政王的。淮南王在摄政王身上吃了个大亏，现在也不急着走了，等着看忠永侯府的笑话。若不是苏世子的儿女教唆舒瑶，他怎么可能无缘无故的去找小郡主的麻烦，让他损失了10000两黄金和南海明珠？忠永侯府休想独善其身。不知苏世子打算用什么补偿小郡主啊？养羊粉的药效已经过去，温奕欢等人连说话的力气都没了。这小郡主已经惩治了那人和孩子了。淮南王暗骂了一句不要脸，受了那么点伤就能抵消10000两黄金，早知道他也让小郡主给怀书瑶身上撒点了。还不知道淮南王心中想法的怀书瑶此时正感动的不行，父王竟然为了他才拿出10000两黄金的，他以后一定要对父王死心塌地，为他养老送终。裴荣景没有看向苏怀瑾，而是冲旁边的江慈州问道：少卿大人，不知教唆他人欺辱皇子郡主是何罪名？此乃大不敬，按照大圣朝律法，应当杖责30，以儆效尤。苏怀瑾猛地抬起头看向两人，眉心蹙得更深了。江慈州和摄政王不是一向不对付吗？今日这是怎么了？为何一而再的向着摄政王说话呢？都听到了，还不会按照少卿大人说的去做？世子夫人意图杖毙皇子郡主，罪加一等，杖责50，其余3人各杖责30。不愧是摄政王啊，心狠手辣，毫不留情。那3个小孩子这30大板下去，不死也得残废呀。苏慕瑶一听到要打板子，顿时哭得死不承认。不要，爹爹救命，瑶儿不要打板子。爹爹，30大板会要了儿子的命的，你快救救儿子吧。温奕欢险些咬碎后槽牙，一脸虚弱地看向苏怀瑾。夫君，花儿被打都无所谓，可孩子们还小，夫君您一定要救救松年他们呐。此时温奕欢心中恨得要死。一个贱丫头怎么就那么好命，被摄政王给找回去了。这丫头看着年纪不大，没想到心思竟然如此歹毒，敢给我和瑶儿他们下毒。温奕欢低垂的眼眸悄悄地扫了昭昭一眼。这怎么可能？怎么会是那个小贱种？不可能，那个小贱种怎么可能会是摄政王的孩子？难道温十一当初睡的男人根本就不是乞丐，而是摄政王？
温义欢被心中这个想法吓得不轻，小脸都白了。苏怀瑾以为他是害怕打板子，吓到了，心疼的不行。摄政王，这件事本就是个误会，况且郡主刚才已经下药惩治了他们，王爷何必要揪着不放呢？苏怀瑾，你是在教本王做事？裴荣景眉眼一沉，属于摄政王的气势倾泻而出，压迫的在场众人面色巨变。下官不敢。本王看你敢得很。哼，想要救他们的命也可以，那就学学淮南王，4万两黄金。苏怀瑾大惊，什么？温义欢柔弱的形象都维持不住了。凭什么淮南王只需要出1万两黄金，我们就得出4万两？哼，怀书瑶一个人1万两黄金，你们4个人4万两黄金有问题吗？还是说你们的命比较贱，不值钱？本皇子觉得他们真有可能觉得自己不值钱，而且光赔钱可不行，还得各打20大板才行。苏怀瑾和温义欢的面色一阵青一阵白，要是不拿出4万两黄金，就是当众承认他们命贱，这让他们中永侯府以后还怎么在圣经中立足，简直欺人太甚。昭昭在一旁补刀，你们算错了，应该是5万两。这个叔叔难道不是人吗？你们怎么能厚此薄彼呢？娘亲说过，凡事都要公平公正，不能委屈了任何人，所以他们应该是1人1万两黄金，这样才不委屈了这个叔叔。啊？这小郡主也太逗了，真是杀人诛心呐！淮南王听到这里，刚才肉疼的心情瞬间好了，想到钟永侯老匹夫因此失去了5万两黄金那想死的心，淮南王心情都好了不少。哎呀，这个该死的小贱种，果然跟那个短命的娘一样，让人厌恶。苏怀瑾的面色阴沉的可怕。我现在没有那么多银子。昭昭歪着头看向裴荣景，爹爹，昭昭听说欠钱可以立字据，是真的吗？那他没有钱，是不是也可以给我们打欠条呢？不愧是我的昭昭，这气死人的本事真是了不得。昭昭说的没错，苏世子没有现钱，可以给本王打欠条，本王不介意等苏世子亲自将钱送到王府。苏怀瑾彻底说不出话来了，只能任由着对方打了欠条，逼着他签字，心中气得吐血，连带着看向昭昭的眼神都充满了厌恶。苏怀瑾带着温义欢等人刚回到钟永侯府，一个茶盏兜头朝他额头砸下。你们还有脸回来啊？我钟永侯府的脸面都被你们给丢尽了。父亲，事情不是您想的那样，我们……你给我闭嘴！自从跟你们温家定亲，我们侯府就没有安生过。温十一偷人，还生下个野种，早就让我们钟永侯成了圣经的一大笑柄。如今你们又做出如此蠢事，简直丢尽了我们侯府的颜面。苏怀瑾直接跪下。父亲要打要骂，孩儿绝无怨言，还请父亲别再提起温十一之事。这次你们惹到了摄政王，损失了银两10项，只怕上面那位对钟永侯府有意见了。他前脚刚说完，后脚宫里的圣旨就到了。钟永侯，咱家是来替陛下传话的啊。陛下说了什么？陛下说了，苏世子的3个儿女不尊郡主和皇子，是在打皇家的颜面。此事若轻轻接过，有损皇家颜面，所以赏赐了几位杖责20，以儆效尤，由咱家监刑。另外，这是宫中专门教宫女的礼仪嬷嬷，皇上特命她来为世子殿下的3个儿女传授礼仪，希望他们以后再次出现，可千万别再丢了钟永侯府的脸面。哼，这教习嬷嬷可是宫里出了名的严苛，稍有不对就会打骂。苏慕瑶落在这教习嬷嬷手里，别想有什么好果子吃，敢欺负小郡主，也不看看陛下愿意不愿意。钟永侯拳头紧握，硬挤出一丝笑容。这20杖责会不会太……他拿出1点银子塞在了海公公手里，后者掂了掂银子的重量，却冷笑道：这可是陛下的命令，咱家也不敢违背，侯爷还是快让人执行杖责吧，咱家还要回去复命呢。最终3人不仅被打了，还要赔偿5万两黄金，差点没把钟永侯气升天。
昭昭被欺负了的事，到底还是惊动了宫里的太后。次日一大早就让人来请昭昭进宫。刚进宫，皇帝就派人来请摄政王，因为昭昭要去看太后，只能兵分两路。带路的嬷嬷半道上忽然被人叫走了，昭昭只能跟着粉桃按照记忆中的路线往慈宁宫走，忽然跟拐出来的软轿撞了个正着。谁家的孩子敢挡道，还不快给老奴让开！粉桃吓得不轻，连忙将他扶起来。小郡主，您没事吧？昭昭刚想摇头，就看到手指头碰到了旁边的石头上，擦出了血丝。小郡主，你出血了？没事的，昭昭不疼。粉桃对上他傻乎乎的笑，顿时鼻子一酸。小郡主以前是受过多少罪啊？你们是谁？见到温贵妃竟敢不行礼？嬷嬷第一反应就是冲上来，伸手要打昭昭。粉桃立马抓住他的手，将他推开。放肆！这可是小郡主，你好大的胆子，竟然敢打小郡主！哪里来的小郡主？不过是个小野种罢了。坐在软轿上的温贵妃缓缓打开了双眼。哎呀，小丫头长得真水灵，叫什么名字啊？过来，让本宫好好瞧瞧。啊，这就是那个蛇蝎美人吗？妈呀，我今天终于见到正脸了。上次他一边杀人一边跳舞，差点没把叔叔我吓成个球。这可是个彻彻底底的狠角色。对了，他也行为，该不会是小丫头母家人吧？昭昭听着小老鼠的话，小脸紧绷了起来，如临大敌。我叫昭昭。你怕本宫？他一挥手，立刻有几个嬷嬷冲上来要抓昭昭。粉桃拼命挡在身前。我家郡主是奉了太后之命进宫，现在要去面见太后，你们休想带走小郡主。温贵妃出自温家，严格来说是温世宜的亲姑姑，也就是昭昭的姑奶奶。但是她也和温家那些人一样，十分喜欢温宜欢，自然也就厌烦温世宜。如今她忽然在这里要带走昭昭，是不是已经知道了昭昭的身份？快跑，千万不能被这个女人抓住，她折磨人的手段很可怕。小丫头，快从侧面的小门往里跑，那边距离三皇子的寝宫很近。三皇子是薛妃的儿子，薛妃是皇后的人，她肯定会救你的。昭昭闻言，拉着粉桃转身就跑。那些嬷嬷们见状，立马追了上来。小贱蹄子，我们温贵妃叫你，你还敢逃跑？快，你身上不是有昏睡粉，快撒出去！温贵妃心狠手辣，还有身孕在身，据说怀的还是皇上心心念念的小公主呢。昭昭掏出防身的昏睡粉，猛地撒过去。老嬷嬷们早有准备，立马朝旁边一躲，避开了昏睡药粉。哼，温小姐说的果然没错，你这小贱蹄子身上倒真是随时带着毒药。呸！小小年纪竟然如此恶毒，真是该死！老嬷嬷冲了上来，两个人抓住了粉桃。快放开粉桃姐姐！小郡主别管我，你快跑！我不走，我不能让粉桃姐姐被他们抓走。哼，你们该不会以为昭昭只有一种药吧？他从腰间的小包里又掏出不同的药粉，冲上去对着那些老嬷嬷无差别攻击，就连粉桃都不小心吸了一口。被偷袭的老嬷嬷们个个哀嚎起来。昭昭直接架起粉桃就往外跑，顺便给他塞了一颗解药。粉桃姐姐，这是软筋散的解药，你快吃下去。那小贱蹄子往那个方向跑了，快去追啊！人要是丢了，小心贵妃娘娘要了你们的狗命！太监们丝毫不敢停留，立即追了上去。昭昭小小的身板拖着粉桃走得十分吃力，昭昭没办法，找了个隐蔽的地方放下了粉桃。粉桃姐姐，你在这里休息，昭昭去引开他们。不行，小郡主，你不能冒险，让奴婢去引开他们。昭昭不会有事的，昭昭跑得很快的。粉桃姐姐恢复体力后，就去找皇祖母来救昭昭。昭昭说完，发了疯地冲了出去。那些原本想要搜这里的人，立即追着昭昭跑了。快，前方左拐，再跑1刻钟就能到三皇子寝殿。昭昭按照小老鼠的指引，马不停蹄地朝着三皇子寝宫冲去。站住，小贱种，还敢跑？看我一会儿不打断你的腿！来，抓不着啊！下一秒，整个人朝前飞去，好巧不巧地栽进了旁边的草地里。哇，这哪里来的人类幼崽？怎么坐在你疾风爷爷的饭盆子里了？嗨，大黑狗！哇，这幼崽怎么回事？一直盯着你疾风爷爷干什么？难不成被疾风我英俊帅气的外表给迷晕了？我就说疾风我是宫里最俊的狗吧，没瞧见这幼崽都盯着疾风爷爷不会动了吗？这狗还挺自恋的。追过来的太监们和老嬷嬷们见到这一幕，顿时刹住车。那不是三殿下的爱犬疾风吗？这可怎么办？
疾风凶残的要命，上次有宫女不小心靠近他，都被他给咬得遍体鳞伤，差点死了。何止啊！以前有个嫔妃不知道怎么招惹了他，他将人家赤身裸体的追出寝宫，害得那嫔妃丢尽了颜面，都差点闹自杀。那小贱蹄子现在就在疾风的跟前儿，我们想要抓住他，必须靠近疾风。我还不想死啊！我也不想死了，嬷嬷，现在怎么办呢？小太监和老嬷嬷们全部站在50米开外，没有一个人敢靠近的。这群该死的人类，他们胡说八道什么呀？大爷我什么时候凶残过了？真想咬住他们的喉咙，让他们闭嘴！那小宫女想要给爷爷我的饭盆里下毒药，我还不能咬她了，没咬死她，都是爷爷我仁慈。还有那个嫔妃，她背着主人他爹偷情，还想栽赃陷害给主人的娘亲，你疾风爷爷这能忍？听着大黑气急败坏的咆哮，昭昭没忍住扑哧笑出声。怎么感觉这人类幼崽在嘲笑本大爷？昭昭笑不出来了。真是自己吓自己，区人类幼崽怎么可能听懂本大爷说话？昭昭紧紧咬着嘴唇，很想说一句他真的能听懂，又害怕惹急了这威风凛凛的大黑狗真的咬他一口。大黑绕着昭昭走了一圈，越来越稀罕。这么可爱，带回去给主人一起玩，不知道主人会不会夸我？哎呦呦呦，这小模样长得真令人心疼啊！就是这脸是怎么回事？这么大的巴掌印，该不会是那群没有根儿的死太监干的好事吧？哼，敢欺负疾风大爷的人，看我不好好的吓吓他们！大黑忽然趴到昭昭面前，大眼睛示意昭昭爬上来。这是想让我坐上去啊？哎呀，我这眼睛都表示的这么明显了，他咋还没有反应？该不会是个傻子吧？不行不行，这么可爱的幼崽要是个傻子可怎么办？必须赶快带回去给主人看看，万一还有救呢。被一只狗骂傻子，昭昭生气的双手叉腰。大黑，昭昭不是傻子。人类幼崽，你听得懂本大爷我说话？小老鼠从昭昭衣襟里钻出来。傻狗，傻眼了吧？嘿嘿，它不仅能听懂你说话，还能听懂我们说话呢。大黑狗身体弓起来，猛地后跳，做足了准备攻击的准备。小老鼠吓得嗖一下，又钻进了昭昭的衣襟中。哎呀呀，你这傻狗，一见面就咬人，你是牙痒的没处咬了吗？该死的！上次他还把叔叔我当成了磨牙棒，要不是趁他偷喝了主人的酒，睡得不省人事，我都逃不出去呢。大黑气得呲牙咧嘴，恨不得冲上来把2只小老鼠抓出来。跑到跟前，看到昭昭，怒火的眼睛又变成了满眼星星。这小崽子，你真的能听懂我们说话呀？哎，你怎么会听得懂我们说话的呀？太好了！哎，你快跟大哥回去，替我告诉主人，我不爱吃大骨头，我想吃香香软软的糯米鸡，还有那个酱肘子，还有那个八宝鸭和那个。好啊，不过大黑，在我帮你之前，你能不能先帮帮昭昭呀？1刻钟后，整个后宫乱成了一团。快，大黑，就是那个老妖婆打的粉桃姐姐，你快上去把她的裤子给咬下来。还有那个小太监还想掐昭昭的胳膊呢，好疼的！大黑替昭昭咬他一口好不好？啊，是他刚才还骂昭昭是小贱蹄子。大黑上！被追着四处逃窜的嬷嬷和太监们欲哭无泪。不是说疾风不近人情，见人就咬吗？他怎么这么听着小丫头的话？很快这边的动静就惊动了御林军，坐在软轿上的温贵妃险些鼻子都气歪了。区一个小贱人，竟然把他的宫人们耍得抱头鼠窜，都还愣着做什么？还不快把那只疯狗给本宫抓住！此时大黑正玩得不亦乐乎，呼啦啦围上来一群带刀侍卫。不好了，是御林军！黑爷爷我搞不定这么多人啊！大黑你傻呀，搞不定我们可以跑啊！快跑，我们去找你的主人！大黑眼睛倏地一亮，身体如同炮弹射了出去。还是小崽子聪明，打不过就跑，跑不过就去找主人做主。快抓住他们呀，别让他们给本宫跑了！千万不能让那个小贱人见到三皇子，否则这件事肯定会捅到皇帝那里去。他必须赶在皇帝过来前解决了这小贱人才行。大黑不愧是叫疾风，跑起来的速度跟风一样，一眨眼就跑出去几百米。那些老嬷嬷和太监早就被甩在了身后，看不到影子了。可他们也没有高兴太早。御林军不愧是护卫皇宫的，各个功夫都不是盖的。
几个呼吸间就追上了他们速度。眼看着他们即将被抓到，大黑猛地来了个急刹车，昭昭只觉得身体突然腾空，朝前飞去。下一秒，他的身体如同炮弹似的砸到了一个人。昭昭仰起头，就看到了一张俊美的脸。刚准备开口求救，身后2个太监呼啦啦冲了上来，将他从三皇子身上拉了下来。三皇子恕罪，这是新进宫绣娘的女孩，因为不懂规矩，这才冲撞了三皇子。奴才这就带下去，好好教他规矩。我不是，三皇子若是没有其他事，奴才们这就告退了。大黑立即冲到了三皇子跟前，用他毛茸茸的狗头蹭着他的小腿。主人，快救救小崽子！裴彦白有些惊讶，他养大的狗竟然神奇的让他救人，关键他还听懂了。啊？难道煞气也会传染的？主人也被我传染了？不能吧？神奇的是，裴彦白好像又听懂了。小太监马上抱着昭昭往回走。站住！小太监身子一顿，谄媚地转过身。三皇子还有何吩咐？你们是哪个宫的？奴才是温贵妃宫里的。裴彦白朝他身后的小丫头看了一下，裴景燕和裴昭堂不是经常在他面前炫耀他们认了一个可爱又乖巧的妹妹吗？那他为啥不能认一个？汪，还等什么呀？快把小崽子救回来啊！没有看到小崽子都被捂得快翻白眼了吗？什么时候大黑这么关心一个人类小丫头了？他拍了拍大黑的脑袋，安抚住他，抬眸朝太监望去。放开他！这三皇子是不是嫌他冲撞了你，想要略施惩戒？还是不麻烦三皇子了，奴才下去就打他10大板，给他一点教训。贵妃娘娘想必已经等急了，奴才们就先告退了。什么时候本殿下的话在一个小太监跟前也不管用了？殿下恕罪，实在是这小丫头是贵妃娘娘点名要见的人，奴才们这也是听命行事，还请殿下行个方便。裴彦白一个眼神都没给他，一挥手，立即有人围了上来，将昭昭从太监的手里抢了过来。昭昭刚一落地，就朝他们跑过来。小丫头还挺懂得感恩的，你瞧，刚获救就迫不及待地扑向了我，真可爱。他忍不住伸出双手准备接住昭昭，下一秒昭昭脚步稳健地从他身边掠过，一头栽进了大黑狗的怀里。谢谢大黑救了昭昭。这谁救了他？正抱着大黑蹭的昭昭忽然感觉背后一道冰冷的视线落在他的身上，下一秒昭昭被提着调转了个儿。小东西，你睁大眼睛看清楚了，是本殿下救了你哦。昭昭眨了眨大眼睛，这小东西这是什么表情？他就一点表示都没有的吗？可是大黑带我来找你的，我应该先谢谢大黑才对。大哥哥应该不会这么小气，这点小事也要跟昭昭计较吧？哼，别以为我不知道，是大黑一而再再而三的请求，他才出手救我的。出乎意料的，裴彦白并没有生气。小东西说得对。工人都是一副震惊的表情，这还是他们那个阴晴不定的三殿下吗？小崽子果然讨喜，主人很喜欢你哦。小太监瞧着这一幕，深知自己这是带不走昭昭了，眼底狠光乍现。去死吧，小贱人！眼看着匕首就要刺中昭昭，裴彦白就将小太监狠狠踢了出去。本殿下竟然不知道温贵妃手底下的狗竟然如此凶狠。小太监手中的匕首反转，猛地扎在自己胸口。奴才就是死，也不会让你们伤害温贵妃。他知道自己就算此刻活下来，刺杀郡主的事情早晚会败露，到时候还是会死，还不如现在死的忠心。温贵妃还能念及他的好，善待他的家人。哎，真可怜，临死之前都不知道他的家人早就被温贵妃杀了。温贵妃真的是太狠了，表面欺骗他们说家人都被妥善安置，实际上早就被全部送去归西了，要不然这些人怎么可能对他死心塌地？看到那个鼻子上有颗痣的吗？他要不是为了替妹妹治病，怎么可能给温贵妃卖命？只可惜他妹妹早就被卖进了青楼，准备榨干他最后的价值。何止啊，还有那个模样清秀的，他会跟着温贵妃，还不是以为温贵妃是他的救命恩人？实际上他的救命恩人夏良娣早就被温贵妃给害死了，就连那块证明身份的玉佩都是他抢来的。昭昭眼神越来越亮，原来这些人之所以这么替温贵妃卖命，都是被骗了呀。大哥哥，他好可怜，温贵妃早就把他的家人给杀了，他还以为自杀就能够保全他的家人，殊不知他的家人早死了。原本还有一口气的太监倏地瞪大了眼，这不可能，是真的哦。你就告诉他，他那个2岁的小侄女死前还抱着他送的布娃娃呢。昭昭有些难过的复述了遍。
小太监一口气没上来，彻底咽气。昭昭小手一点，跟着小老鼠念：你的妹妹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救治，反而被卖进了青楼里接客，她的身体早已经被掏空，恐怕命不久矣了。你要是不信，完全可以出宫去查看一番。还有你的救命恩人根本就不是温贵妃，而是夏凉娣。那块玉佩是她从夏凉娣那里抢来的，亏你还恩将仇报，替恩人的仇人卖命。夏凉娣要是知道了，估计在九泉之下都不得安宁。这小郡主怎么会知道这些的？就连那块玉佩都是她藏在心底的秘密，温贵妃都不知道，她竟然知道。有点意思，这小丫头果然不一般。她从何得知这么多事情？难道她能掐会算，是个小神童？奴才名叫魏忠，此次回去之后定会查明真相。若是事实真如小郡主所讲，那魏忠便欠小郡主一条命。我妹妹她当真被卖去了青楼？何止啊！她不仅被强迫接客，还要替温贵妃的哥哥在怡红楼收集情报，否则就拿哥哥的性命要挟，真是可怜啊！昭昭听不懂接客是什么意思，只能将这句话复述出来。小佩子一听这话，眼睛通红，恨意在眼底涌动。如果说之前他还有些怀疑，现在是彻底信了。因为怡红楼明面上是温大人的产业，实际上背后真正的主人是温贵妃。只有这些跟着他的宫中老人才知道，那些还在观望的太监们全部齐刷刷跪下了。若是我们不死，以后定会为小郡主效命。他们跪拜之后，全部心事重重地离开了。看好戏的裴艳白低下头看向昭昭：小郡主，皇叔认回来的女儿。三哥。昭昭只感觉身体突然悬空，下一秒就被放在了疾风的后背上。三哥，我们这是去哪儿啊？今日妹妹在宫中受了这么大的委屈，作为你的三哥，自然是要去替你找回场子的。哼，只要他努力讨好妹妹，就不信他还会只喜欢裴景燕和裴昭堂那两个家伙。啊？可是三哥，我已经教训过那些嬷嬷了。无妨，你教训的是你的事情，现在是三皇兄的事情。谁说这个三皇子不近人情的？这不挺好的吗？第一次见面就想着为我出头。